如果你能穿越回1800年前，你会投靠谁？是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杀伐果断的北方雄主吗？是那个稳坐江东、精于算计的闭眼少主吗？还是那个打着心腹汉室旗号，却连根据地都没有的落魄？皇叔历史早已给出了最残酷的答案，真正笑到最后的，竟然是那个把祖宗誓言当擦脚布，把忠孝仁义当遮羞布的隐形家族。这不是一本写满阴谋诡计的消遣读物，而是一场持续近100年的社会实验。3位当世豪杰面对同一片焦土，交出了3份截然不同的答卷，而实验的最终结论就刻在那个毫无底线可言的赢家墓碑上。今天就让我们抛开脸谱化的解读，用一个全新的框架把这团乱麻彻底理顺。要弄懂这场实验，必须先看清实验场。距今约1800年前，曾经辉煌400年的大一统王朝已经烂到了骨子里。当时的土地、官位、晋升通道全被一群叫门阀的世家大族牢牢垄断。有一个家族连续4代都有人出任最高级别的官职，是这套系统的金字塔尖，而底层百姓连树皮都啃不上。一场席卷8州的民变爆发了，领头的人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不是口号，是绝望的哀嚎。那座看似巍峨的帝国大厦在门阀的贪婪和底层的怒火中轰然倒塌。废墟之上，怎样才能重建秩序？3个截然不同的人给出了3种截然不同的答案，这才是这部史诗的真正戏演。先看实力最强的那一位，把他放在今天的职场里，他就是个极致的结果导向型领导者，底色是彻底的现实主义。乱世刚开场，别人还在乎民生，还在顾着旧朝廷的体面。那位出身43公的豪门子弟天天端着贵族架子不放，可他呢，他早就看穿了权力的底裤。在这片人吃人的丛林里，道德是廉价的遮羞布，只有绝对的力量才是活下去的唯一法则。他那句被骂了上千年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仔细品，不是残忍，是他在乱世里给自己定下的生存铁律。他只信手里的刀，但他绝不仅仅是个冷酷的屠夫，他真正划时代的一刀，砍向的是整个门阀制度。他连续下达了3道震动天下的求贤令，对着全天下的寒门子弟公开喊话：我不管你是杀猪的还是卖布的，不管你是不是跟嫂子私通，哪怕你曾经偷鸡摸狗只要你能帮我打胜仗，能帮我搞钱粮，我就给你高官，给你后路。这在当时的震撼程度不亚于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他不看出身，只看能力，于是那些被旧制度压在底层的人才蜂拥而来。那个原本在街头斗殴的壮汉成了他的贴身护卫，那个曾当过山贼的猛将成了他的先锋，那个私生活被人指指点点的鬼才谋士成了他的首席智囊。他的团队变成了一家充满狼性文化的创业公司。这套逻辑的最高光时刻就是那场决定北方命运的官渡之战，很多人把它看作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但从底层逻辑看那是一场寒门精英创业团队对一个腐朽的旧贵族董事会的降维打击。旧贵族那边，谋士们天天为家族利益互相拆台，主帅犹豫不决，底下人各怀鬼胎。而他的大营里目标极其明确，执行力恐怖到令人发指。当半夜有人叛逃过来，说出敌军粮草囤积的地点，他连鞋都来不及穿，光着脚跑出营帐，亲自带队去劫粮，一把大火烧光了对手的所有家底。这一战他一统北方，奠定了不世基业。在这个阶段，现实主义赢麻了，但是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恐怖的价码。他的现实主义帮他打下了江山，却也为他的整个基业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当一个集团只讲利益和实力，彻底抛弃道德信仰，内部的维系纽带就脆弱得像根枯枝。到了晚年，他要给自己加九锡封王爵，准备把旧朝的天子踹到一边。这时候反抗他最激烈的，恰恰是他最信任的那个人。那个人是他的张良，帮他规划了统一北方的全部蓝图。但那个人内心有一道越不过的道德底线，他帮这位枭雄是为了匡扶旧朝，拯救黎民。当他发现这位枭雄要自己当皇帝，他彻底崩溃了。这位枭雄的处理方式冷静得可怕，他派人送了一个空食盒过去，意思很明白，旧朝的俸禄已经吃完了，你该上路了。那位谋士长叹一声，服毒自尽。杀了这个心腹之后，他接着又逼死了最爱骂他的那个名士，处死了那个反对他称王的世家领袖。他举起屠刀，砍向了所有有道德洁癖、有信仰的人。
从这一刻起，他的集团彻底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利益联合体。大家跟着曹家干，不是因为忠义，仅仅是因为跟着有肉吃。大家体会到这种现实主义的恐怖了吗？他亲手摧毁了忠臣不是二主的道德底线。他告诉全天下，只要我实力够强，就可以欺负孤儿寡母，就可以改朝换代。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还有另一个家族完美复刻了这套逻辑，而且玩得比他更绝，更没有底线。这个家族就是后来篡位的那一家。那个家族里最老谋深算的那位，亲眼看着这位枭雄的所作所为，心里大概在冷笑：丞相，这可是你手把手教的。既然你不讲道德，只讲实力，那等我家的实力超过你家的时候，我夺你的位。你也别怪我。这位枭雄用极致的现实主义搭建了最强大的帝国，但也亲手斩断了保护子孙的道德护城河。他赢了现在，却输掉了未来。那么如果有一家不靠强权，而是靠利益绑定实行地方股份制，是不是就能走得更远呢？东吴的存在感在三国里其实很尴尬，论霸气不如曹魏，论情怀不如蜀汉。很多人觉得东吴就是在江东苟着，时不时出来占点小便宜。为什么会给人这种感觉？因为东吴的底层权力逻辑跟另外两家完全不一样。曹魏是那位枭雄绝对控股的独角兽企业，蜀汉是那三位异姓兄弟以血本起家的兄弟合伙团队，而东吴本质上是一个极其松散的地方世家股份制公司，从父亲到长子再到次子，这家人充其量只是被推举出来的董事长。这家公司真正的股东是江东本地那些根深蒂固的豪门望族。懂了这个底层逻辑，你就能看懂东吴所有看似匪夷所思的操作。东吴的企业文化就6个字：精致的实用主义。凡事不谈理想，不谈主义，只算经济账。任何决策之前先拉一张表，算投入产出比，有性价比就干，没有就拉倒。这种价值观的第一次极限大考，就是全书最高潮的赤壁大战。当时北方大军压境，号称80万战船遮天蔽日。东吴的朝堂上瞬间炸了锅，以那位被称作江东重父的老臣为首，一大群文官齐刷刷站出来，苦口婆心地劝他们的年轻主公：“主公，咱们投降吧。”传统叙事里，这帮人被描绘成贪生怕死的软骨头。但你真的以为他们是傻子吗？他们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在用纯粹的实用主义算账。他们心里的账本是这么算的：打赢的概率微乎其微，就算侥幸打赢江东，也必然被打成一片焦土。那可是我们世世代代攒下的家底，亏本的买卖不能做。投降的话，北方那位枭雄来了，要治理江东，照样得依靠我们这些熟悉本地情况的世家。到时候我们的荣华富贵、土地佃农一样不少。只是换了一个首席执行官而已。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底色。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一旦冲突，他们毫不犹豫选择保全自家。所以那位远道而来的卧龙先生舌战群儒，骂的那些文臣狗血淋头，骂的表面是不识时务，骨子里骂的是这些人没有骨气，没有家国情怀，全是一群只盯着自己1亩3分地的精致算计者。这时候年仅26岁的江东少主面临着人生最大的考验。他是董事长，他不能投降，但大股东们都不想打，怎么办？幸好他还有一张底牌，那就是少壮派军方代表那位俊美无双、精通音律的青年都督。他的加入让这位少主有了对抗投降派的资本。这位少主拔出祖传的宝剑，奋力砍掉面前桌案的一角，大吼道：“再有敢说投降的，就跟这桌子一样。”请注意，这霸气的一剑不只是砍给北方看的，更是砍给那些江东世家看的。他在用极其强硬的姿态，把这帮实用主义者的身家性命和自己强行绑定在了一辆战车上。结果大家都知道，一把大火，赤壁之战东吴赢了。那位青年都督羽扇纶巾谈笑间，强敌的战船灰飞烟灭。这是东吴整个集团在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逆风翻盘。但赤壁之战后，东吴的实用主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最终变成了束缚他们一生的困局。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赤壁之战把北方打得那么惨，为什么东吴就是打不过长江，永远无法饮马黄河？每次那位江东少主带着10万大军去攻打合肥，都能被对方区区几百人打得落花流水，甚至自己还差点被活捉。难道东吴的兵真的那么弱吗？不是兵弱，是心不齐。对江东世家来说，把北方赶过长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和利益，所以愿意拼命。但你主公司马北伐去打中原，
对不起，打下中原对我们本地世家有什么好处？还要消耗钱粮，死伤4家兵丁，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精致的实用主义者绝对不会干。所以东吴的军队打防御战、水战天下无敌，一到江北打进攻战，立马一盘散沙，缺乏统一天下的宏大理想来凝聚人心，整个东吴的战略视野被死死锁在了长江以南。这种短视的实用主义发展到极致，催生了历史上最让人诟病也最让人痛心的一次军事行动——白衣渡江背刺盟友那一年，那位义薄云天的红脸将军发动了北伐，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把北方那位枭雄打得一度想迁都避其锋芒。这时候蜀汉和东吴是盟友，红脸将军在前方猛捶北方，东吴理应趁机从东线出兵，两面夹击，这才是胸怀天下的战略格局。但东吴怎么干的那位少主和接替都督的那位将领一合计，红脸将军要是真把北方打趴了，蜀汉一家独大，那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再说战略要地荆州就在我们旁边，现在他的主力都在前线，后方空虚，此时不抢更待何时？于是那位都督让士兵脱下铠甲，换上白衣，装作商人，偷偷摸摸渡过长江，兵不血刃，端了红脸将军的老巢。红脸将军腹背受敌，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很多东吴的拥趸会把这次行动吹成神级战术，从战术层面看确实漂亮，从短期利益看，东吴拿下了整个荆州，性价比极高。但从大历史的宏观战略来看，这不仅是一次无耻的背叛，更是一次极其愚蠢的短视。背刺红脸将军直接导致南方两股势力的联盟彻底破裂。从这一刻起，南方开始了漫长的内耗，天下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真正撼动北方的庞大帝国。东吴为了眼前一个荆州，彻底葬送了三分天下、北伐中原的最后希望。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悲哀。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到每一步都要计算得失，精明到绝不肯吃一点眼前的亏。但也正因为这种精算，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格局，失去了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那位江东少主晚年彻底陷入疯狂，引发残酷的楚魏之争，逼死了那位为他立下赫赫战功的丞相，大肆屠杀当年的功臣。他发现江东世家经过几十年繁衍，势力已经大到完全架空了孙家这个董事长。他想用杀戮夺回权力，但这只不过是这个实用主义集团走向腐朽前最后的挣扎。东吴这家公司因为算计而苟活，最终也因为算计而平庸。他熬死了曹魏，熬死了蜀汉，最后在北方大军南下的时候，当年的江东世家再次发挥了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直接开城投降。历史就是这么讽刺。那么在这个曹魏冰冷、东吴精算的黑暗时代，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看似虚无的理想去撞个头破血流吗？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在这片人吃人的乱世里讲一讲仁义，讲一讲忠诚吗？有，而这正是这部书能成为中国最伟大史诗的原因。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南的崇山峻岭，去看那个卖草鞋的落魄皇叔，去看那个死守荆州的红脸汉子，去看那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倒在秋风五丈原的千古名相。这是三国里最催泪也最浪漫的篇章，蜀汉的极致理想主义。朋友们，前面讲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说实话，在这两种冷冰冰的生存哲学里，乱世的普通人是极其绝望的，要么是可以被随意牺牲的考核指标，要么是随时可以被交易的筹码。但只要是中国人写的故事，底色里就永远不会缺乏一种东西——浪漫的理想主义。在这个充斥着背叛、屠杀、算计的黑暗森林里，那支笔硬是撕开了一条裂缝，让一道光照了进来。这道光就是蜀汉。蜀汉这家创业公司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跟另外两家完全不一样。曹魏靠强权和军功，东吴靠利益绑定，蜀汉靠信仰。先看蜀汉的创始人把他的简历放在今天，绝对是一个经典的草根逆袭剧本。一个卖草鞋的没落宗室，自称是皇室后裔，带着一个卖绿豆的和一个杀猪的，三个人在桃花树下磕了个头，就敢说要去拯救天下。他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只能用4个字形容：惨绝人寰。打了大半辈子仗，几乎没赢过，被那个武力天下第一的飞将抢了地盘，被北方的枭雄打得丢盔弃甲，连老婆孩子都丢了好几次，四处流浪，去投靠这个投靠那个。别人创业是为了敲钟上市，他创业感觉就是为了不断换地方挨打。这时候如果你是他身边的谋士，你肯定会劝他老板别折腾了，
北方那么强，江东那么富，要不咱们也讲点现实主义，踏踏实实给北方打工算了。但他没有别人抢地盘、抢人口、抢钱粮，他在抢什么？他在抢一样当时看来最没用，实际上最无价的东西——人心，或者叫大义。那一年，北方大军南下，他面临灭顶之灾，不得不放弃城池向南撤退。这时候发生了历史上最让人震撼，也最违背军事常识的一幕。携民渡江，10几万老百姓扶老携幼，拖家带口，非要跟着他一起逃难。10几万人的队伍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而背后是北方以一天300里速度狂飙突进的精锐骑兵。手下人都疯了，劝他扔下老百姓自己跑，但他却说出了那句震古烁今的话：要成大事，必须以人为根本。老百姓这么信任我，我怎么忍心抛弃他们？朋友们，这就是他的底色，这就是他哪怕颠沛流离半生，那2个万人敌的义帝和那个白马银枪的将军依然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原因。在一个世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有人偏偏要把老百姓当人看；在一个连皇帝都可以当作傀儡随意拿捏的时代，有人偏偏要守着那份仁义不放。这种看似愚蠢的执念，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古典浪漫。但理想主义的浪漫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往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种代价在他称帝后的第2年达到了顶峰。这就是蜀汉命运的转折点。夷陵之战，东吴为了贪图荆州，背刺了那位红脸将军。红脸将军败走麦城，身首异处。消息传回蜀中，他疯了，他的3弟也疯了。3弟因为情绪失控，鞭打士卒，随后被部下暗杀。此时的他刚刚当上皇帝，蜀汉迎来了历史上的最高光时刻，但同时也面临着建国以来最大的战略决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怎么选最有利？当然是忍气吞声。北方的曹魏才是最大的敌人。现在虽然丢了荆州，但蜀中天险还在，应该稳住阵脚，重新和东吴结盟，共同对抗曹魏。就连他最聪明的丞相都在死死劝他，主公国贼是北方那位，不是江东，这仇咱不能报。但他听了吗？没有，他倾举国之兵顺江而下，要去讨伐东吴。他真的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变成了一个昏君吗？不，如果你看懂了蜀汉的底层逻辑，你就会明白他必须打这一仗。这是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无法逃避的宿命。蜀汉这家公司是靠什么建立的？不是靠军功，不是靠分钱，是靠那年桃花树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是靠以义合伙的兄弟情分。如果现在2弟被人杀了，3弟被人杀了，我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为了头顶上的皇冠，连屁都不放一个，还要去跟杀我兄弟的仇人握手言和，那请问我一直以来标榜的仁义算什么？蜀汉这家公司存在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如果连兄弟都可以出卖，那蜀汉跟随时背刺盟友的东吴，跟随时杀功臣的曹魏还有什么区别？所以明知道打东吴在战略上是错的，明知道这可能会断送蜀汉的基业，他毅然拔出了剑，不为兄弟报仇，纵有万里江山又何足为贵？这是他作为一个帝王最不理智的决定，但也是他作为一个大哥最伟大的绝唱。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东吴那位年轻的都督一把火火烧连营700里，他大败，退守白帝城。蜀汉精锐部队和中生代将领在这一仗中几乎损失殆尽。1年后，他在白帝城凄凉地闭上了眼睛。临终前，他把一个濒临破产、千疮百孔的蜀汉托付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接过理想主义的接力棒，完成历史上最悲壮、最让人意难平的收尾。他就是那位卧龙先生，千古名相。白帝城托孤之后，这位丞相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地狱开局。魏国和吴国虎视眈眈，内部南中叛乱，本土派蠢蠢欲动。这时候的蜀汉就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会倾覆。但他硬是凭着一己之力，生生把这艘破船修好了。他平定南中，七擒七纵，让蛮王心服口服。他恢复经济，重新和东吴结盟。等到国家稍微喘了口气，他做了一个决定，北伐。很多人不理解蜀汉那么弱，曹魏那么强，魏国实力是蜀汉的4倍以上，他为什么非要溜出岐山，久伐中原，留在四川盆地里搞经济，苟延残喘不好吗？如果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当然会选择苟着，但他不是，他是全天下最孤独、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出兵前写下了那篇感动了中国人近2000年的出师表，里面有一句话：
如今天下三分，我们实力最弱，这实在是危急存亡的时刻啊！他太聪明了，他比谁都清楚双方的实力差距，他更清楚，如果比拼消耗，弱小的蜀汉最终一定会被庞大的魏国拖死。王爷不平安如果不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蜀汉迟早是死路一条。但更深层的原因藏在他对先帝的承诺里。20年前在南阳的那个茅草庐里，那个卖草鞋的落魄大叔拉着他这个27岁年轻人的手，红着眼睛说要匡扶汉室。他被感动了，他给出了那份名为《隆中对》的惊世企划书。20年过去了，大哥走了，二哥三哥走了，当年一起创业的元老快死光了，心腹汉室的梦想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笑话，但他不想放弃。别人都在嘲笑他螳臂当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兑现当年对一个知己的诺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公元234年，他最后一次被罚，54岁的他已经病入膏肓。他坐在4轮车上，遥望着魏国的大营，对面那个英式狼顾的老对手，像一只狡猾的老乌龟，死死缩在壳里。因为他知道，只要拖下去，天命就不在蜀汉这边。这位丞相难道不知道吗？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双方国力的悬殊，知道自己寿命将近，知道自己注定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但他依然选择了抗争。他明知道这终究是一场大梦，但偏偏要在这必败的结局里燃尽自己最后一点星火。这就是中国式的古典悲剧，不问成败，只问苍生，不信天命，只信本心一阵。秋风吹过五丈原，吹灭了那盏代表着大汉最后希望的七星灯，他死了。伴随着他的离去，那个充满极致忠义、极致浪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时代也随之宣告落幕，剩下的将是残酷的清算和令人绝望的深渊。朋友们，随着这位丞相星落五丈原，把属于天才和英雄的时代彻底落幕。我们回望这几十年的天下大乱，北方那位枭雄用极致的现实主义和唯才是举，打破了阶级固化，建立起最庞大的帝国；江东世家用精致的实用主义和左右逢源，守住了江南半壁江山。那位皇叔和这位丞相用浪漫的理想主义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燃烧了自己的生命，留下千古绝唱。这三家无论你喜欢哪一家，无论他们的手段是残忍还是仁义，你都必须承认他们都是有追求的，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在废墟上重建秩序。但历史跟所有人开了一个巨大的恶毒的玩笑，笑到最后的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实用主义，更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把这三者的底线全部击穿，代表着绝对虚无与精致利己的终极怪物，那个隐忍到极致的家族。这个家族里最核心的那个人，在三国前中期一直在苟着，他活活熬死了雄才大略的那位枭雄，熬死了精明强干的第二代，熬死了英年早逝的第三代，甚至把老对手那位丞相也耗死了。很多人把他的成功归结为隐忍和聪明，但如果看透了权力的游戏，就会发现他真正的必杀技根本不是什么绝顶智商，而是彻底抛弃了作为人的任何道德底线。那位枭雄当年虽然心狠手辣，但至少还要脸，他一辈子都没敢称帝，还顾着大汉丞相的最后体面。但这个人呢，他把那位枭雄踩在脚下的道德底线又往下狠挖了10000丈，直接挖穿了地心。这一切的集中爆发，就在公元249年，一个极其恐怖也极其恶劣的转折点——高平陵之变。那一年，他趁曹魏宗室大将军陪着小皇帝去城外扫墓，突然在都城发动政变，控制了京城。当时那位大将军虽然是个草包，但他手里有皇帝有兵权，如果号召天下兵马死磕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这时候这个阴狠之人干了一件极其骇人听闻的事，他派出了所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去劝降，并且对着洛水发下毒誓。洛水为誓，在古人的世界观里，对着天地山川发誓是极其庄严的。他指着洛水说，我对着洛水发誓，只要你交出兵权，我绝对不伤害你，你可以回去安安稳稳做你的富家翁。那位天真的草包大将军信了，他觉得大家都是世家大族，这个人好歹是4朝元老，对着洛水发了毒誓，总该讲点信誉吧。于是他放下武器投降了。结果呢，刚一投降，这个人立刻翻脸不认人，不仅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了那位大将军，而且直接诛灭3族，连手下的党羽也全部满门抄斩。
牵连多达数千人，把整个都城血流成河。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权力斗争中的一次常规操作。高平陵之变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它彻底摧毁了古代社会的契约精神和信任底线。以前的人打仗争权夺利，好歹还有个规矩，还有个底线，杀降不及，祸不及妻儿。但这个人通过落水立誓，然后疯狂屠杀，向全天下宣告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潜规则：在这个世界上，誓言就是个屁，道德就是用来骗傻子的。只要能赢，你可以背信弃义，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没有一丝一毫的廉耻心。他赢了，但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从这天起，那些关于英雄惺惺相惜，关于一诺千金的故事全部死绝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尔虞我诈和比谁更不要脸的极度内卷。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家族建立的朝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被后人瞧不起的朝代。这是一个建立在极度背叛和极度虚无之上的政权，它没有任何道德合法性。这个朝代建立后没多久，就陷入了极其荒唐的宗室自相残杀。紧接着就是神州陆沉，胡人南下，给这片土地带来了长达300多年的至暗时刻。但历史的余晖中，偶尔还会有一丝不屈的闪电。就在这个家族彻底掌控局势，天下走向终局的时候，在西南的剑阁栈道上，还有一个人在进行着这场大梦中最后的一次挣扎。他是那位丞相的继承者，蜀汉最后的将军。丞相死后30年，北方大军兵临成都，那位后主开城投降，把蜀汉灭亡了。所有的文臣武将都放弃了，但远在剑门关前线的这位将军不肯降。他看着手中那份投降的诏书，那是丞相当年死死守护的国家。他拔出剑，愤怒地砍在石头上。为了复国，他假意投降，试图挑拨敌军内讧，在绝境中寻找那1/1000的翻盘机会。他给远在成都的后主写下一封催泪的密信：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忧而复明。陛下，您再忍忍，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国家夺回来。但奇迹没有发生，兵变失败，他被乱军包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蜀汉最后的守护者仰天长叹：我既不成，乃天命。也随后拔剑自刎。他的死意味着那团从桃园结义开始燃烧，在赤壁之战中燎原，在五丈原的秋风中摇曳的理想主义之火彻底熄灭了。随着蜀汉的灭亡，腐朽的东吴也很快在北方大军面前低下了头。3分天下最终全部归了那个阴狠的家族。故事讲到这里，似乎是一个令人无比绝望的结局。小人赢得了天下英雄，变成了白骨。但是当我们合上这本书，当我们在近2000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到底记住了什么？我们记住了落水为誓的背叛吗？我们记住了那个开国皇帝后宫的万民佳丽吗？不，我们脱口而出的永远是桃花树下的生死结义，是白马银枪的单骑救主，是红脸将军的千里走单骑，是抱头环眼的血战长坂，是江东都督的羽扇纶巾，是那位丞相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这部书真正的伟大之处。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进程或许会被卑鄙者用权谋短暂窃取，但历史的丰碑永远只为高尚的灵魂而立。那个阴狠家族赢得了肉体上的天下，但那位皇叔和那位丞相赢得了中国人2000年来精神上的天下。在这个看似冰冷的世界里，总有一些东西是刀剑无法砍断的，是权谋无法算计的，是岁月无法掩盖的。那就是人类对于忠诚、对于道义、对于知己、对于梦想的极致浪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大梦一场。这就是三国了。朋友们，这期内容耗费了大量心血去重新梳理和打磨。如果你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听到了这里，说明我们之间有很深的缘分。如果你也曾被这些英雄的故事触动，哪怕只有一瞬间的眼眶发热，请务必点赞收藏，也请一定订阅我的频道，把它放进你的收藏夹。当你被现实中的冷冰冰的利益算计压得喘不过气时，翻出来再听一遍，去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古典浪漫，去看看那团在五丈原秋风中燃烧过的火，它一定会重新赋予你前行的勇气。愿屏幕前的你在看透了现实的残酷之后，依然能拥有一颗热烈不屈的赤子之心。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一本书再见。